大家好，这里是另一个办法。这个频道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些思维技巧，帮助大家面对生活中的困扰，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在我们的工作跟生活中，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情况，有一种被卡住的感受，好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又或者是碰到困扰了很久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也许你可以通过观看这个频道里介绍的一些思维技巧，理顺思路，疏通感受，这样也许你就开启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新渠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就像我的频道名字，你总是可以发现另一个办法。解决问题有很多因素，人、事物、环境、时间、地点等等，但是这个频道将聚焦在思维上面，因为这是解决问题，帮助人们从容面对人、事物、环境、时间、地点的基础。只有基础牢靠了，大厦才会稳固。思维的后面是行动，思维的前面是信念。信念就是信念，在这里我们不谈宗教，也不谈信仰，我们只是单纯的指出来，在我们的想法后面躲藏着我们的信念，没有那么容易被人们觉察。信念就是你相信什么，它是非常主观的，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客观。有关这一点，我将会在今后的频道节目中对此做出详细的阐述。有一个大家可能已经非常熟悉的公式：信念决定想法，想法导致情绪，然后想法跟情绪催生行动。信念是这个链条的原点，所以无论怎么强调信念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此，我们这里谈论的思维技巧，本质上是指挖掘我们的信念。由于信念躲在后面，没有那么容易被我们觉察到，而且是由思维来实现的，所以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同时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就直接用思维这个字眼来理解跟沟通。我们会定期发布思维技巧，帮助大家探寻思维背后的信念，通过对不同思维习惯的扬弃，重新建立使用回路。我们的目的是跳出自己设立的思维陷阱，从而能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然后我们将通过对一些实例的分析，进一步帮助大家进行理解跟运用。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还有一些需要说明的地方。第一，首先这些思维技巧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些我们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事情，不如说它就是我们内置的出厂设置。但是由于我们平时在工作生活中思维的跳跃，而使我们忽视了它们。透过对这些信念的挖掘，能够使我们反观自身，而反观自身又能够使我们更加面对自己，从而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而已。第二，这些思维技巧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理性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进行所有思考的前提。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在生活中发现，往往在不自觉中就忽视了理性思考。因此，这些技巧将带领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我们在不经意间就已经习惯使用的非理性思考。第三，情绪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就像我刚才指出来的，如果不对信念进行系统的梳理，也没有办法系统的梳理情绪。我们希望我们在影片中能对情绪也做一定程度的梳理，所以让我们先从对信念的梳理开始吧。